你们爱吃中餐吗？中餐其实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，而火的发明又是中餐的很重要的发展基础之一。你们对火是怎么发明的？它的来源、故事感兴趣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讲，在中国神话故事里，火是怎么来的。在讲今天的故事之前，我很想问问 Emma 和 Nina 两个问题。Emma， 你最喜欢吃的中餐是哪道呢？我很喜欢吃火锅。你很喜欢吃火锅。你知道火锅其实跟火的联系也非常紧密，没有火就没有火锅。对吧？很棒，很棒的答案。谢谢。Nina， 那你最喜欢的吃的中餐是哪一个呢？饺子、香菜和韭菜。香菜和韭菜馅的饺子。我妈妈也很爱吃香菜和韭菜馅的饺子。Bravo， 好棒的答案。box OK， 那么你们最喜欢吃的中餐是什么呢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。现在我们来讲今天的故事，火神祝融。在远古黄帝时期，有一个火正官，官名叫祝融。他是一个氏族首领的儿子，他的名字叫荣光，长着一张红红的脸，身材魁梧。荣光聪明伶俐，可是他的脾气却十分暴躁，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就会火冒三丈，大发雷霆，是一个极易动怒的人。荣光10几岁的时候就成了管火的能手，只要不是长途传递，火就能被长期保存下来。荣光可以用火获取光和热，驱赶蚊虫和野兽，还可以烧出可口的饭菜。因为荣光拥有这些本领，大家都很敬重他。有一次，荣光的父亲带领整个氏族进行长途迁徙，荣光无法携带火种，只能把尖石头带在身边，以便钻木取火。一次，大家坐到路边准备做饭，荣光就坐在石山边，拿出随身携带的尖石头，在一根木头上一直钻呀钻呀。可是3个时辰过去了，连烟都没有冒。他急得喘着粗气，十分不高兴。但是对整个部落来说，火实在太重要了。无奈他只能继续钻。又3个时辰过去了，只是冒出了烟，却没有起火。荣光气得满脸黑红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然后把手中的尖石头狠狠地向远方扔了出去。尖石头正好砸在了前面的石山上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尖石头被砸断了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被钻得火热的尖石头砸在石山上，竟然冒出了些许火星。看到这种现象，聪明的荣光立刻想到了一个办法来取火。他马上找来许多晒干的芦花，然后拿着2块石头
用力地互相敲打。石头经过敲打后，同样冒出了火星。火星溅在了炉花上，炉花马上冒起烟来。荣光赶紧捧起炉花，轻轻一吹，火苗很快就燃烧起来了。自从荣光发明了凿石取火的方法后，人们再也不用费时费力地去钻木取火了，更不用为了保存火种而绞尽脑汁了。在人们还不太会保存火和利用火的古时候，荣光的发明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，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。荣光也为自己的发明感到自豪。皇帝得知荣光的事迹后，就请他来做火正官。皇帝对他说：“以后就任命你为祝融吧。祝代表永远，融代表光明，希望你永远为人间带来光明。”得到了皇帝的器重，荣光十分高兴，他立刻对皇帝表示了感谢。天下的百姓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更尊敬荣光了。从此以后，人们都称他为祝融了。小朋友们，故事讲完了。我有2个问题要问艾玛和妮娜了。妮娜，想象一下，你如果是荣光的话，第一次打不着火，用钻木取火的方法打不着火，你会放弃吗？不会，我要弄一个方法。你要想另外一个办法试试看，是吗？哦，哇哦，好棒呀，你好厉害，真棒。艾玛，祝融能成为火神，除了他很会用火以外，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品质让他能成为火神呢？他很喜欢帮助别人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也会帮助他成为火神。啊，Bravo， 是的呀，你说的没错，艾玛，真棒。这么多的神，他们有一个共性，就是他们非常乐于帮助别人。除了他们在擅长的领域比别人做的都棒以外，帮助别人也能使他们成为人民的领袖，得到别人的尊敬。这就是神的共性，对不对？好棒。先问妮娜，生不着火以后，妮娜，如果你是荣光，想象一下你是荣光，那如果你要生不着火，你会不会放弃呀？先想个办法，然后就我有一个办法，我把那个办法在我的头里，我要弄。你的意思就会想其他的办法，是吧？你可以重新说一下。咱们听了这么多的关于这么多的神的传说、神话，其实很多的神除了自己，他有比别人更能掌握、更好的掌握他很擅长的技能以外，除了他们能比别人更擅长掌握他们那么在祝融的守护下，火光闪耀，照亮夜空，驱走黑暗。关于另外一个伟大人物的传说，在这片土地上悄悄蔓延。
他统一人民，奠定了伟大文明的基础。这个统治者，他的智慧和力量是跟神一样，与神匹敌。据说他从天而降，带领人民改写了人类历史的进程。他是谁？下一集我们将揭开黄帝炎黄子孙来历的故事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请继续关注我们吧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再见。